这本是那个《山云与番人》，就是那个鹿野忠雄1941年出版的。这晚近这几十年就已经把它公认为台湾高山的写作的经典，就是这一本了。描述的是他1931年他在新高山的纵走。里面这个他喜欢画画，他爬到山顶会画这些东西，所以你看他画的时候，他下面这个也是布农族的那些符号啊，这个都是。然后我们来看他目次，那时候看到目次是这样子，哇，一看到不得了，因为他这本书小小的一本，他是在很多的台湾的经典的比较重要的书里面小小薄薄一本，就随便拿来一看，哇，摊开那目次啊，吓到了，吓到了。因为对爬过山嘛，说哇，新高东峰，新高南山，然后马博拉是秀姑南了，哇，那个目录开出来就有一点像空中在巡礼，巡视台湾高山山岳，那个目次就会让你看到手都会抖起来，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沈保町这边咖喱饭特别多，沈保町书街这里，为什么？买书的人不会去享受美食，他只要有一个饭可以吃就好了，他哪需要去吃个什么美食？对他来讲不重要，重点是书。吃咖喱饭在这里是最方便，就好像我的矿肉饭，吃了就直接可以上路了。我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了，我自己的想象了。你看，你咖喱饭一讲就咖喱饭来了。哦，東京の中心部。1913年，哎，是这一本。大山11年更好，1924年的，就是他读开成中学的时候。哦，这个地图不能这样看，它的北边是这样子。大久保哦，
陆野忠雄住他家住这里，他就把我钉这个地方。郭老师，这不是复刻版，这是真的，当时就有历史的例子。是。陆野忠雄在少年14岁到19岁这段期间，还没来台湾之前的养成去过的地方，除了东京中央线高尾山在这个地方以外，他还去了湖岛，然后还有北阿尔卑斯山上高地这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到库页岛，在这边的库页岛，他主要的踏查点在这里，但是18岁或19岁以后都给台湾了。那个时候他来台湾的时候，台湾除了西岸有铁道以外，东海岸的花莲到台东也有铁道，其他地方几乎都是要用走路。我会写作，跟我的名字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我的乳名叫做刘资愧。那是我在16岁或17岁的时候，打开我祖母的衣柜的时候，看到我爸爸他在台中师专当学生的时候的一些藏书，那些藏书里面有雷震的《自由中国》啦那样的书，也有一些当时来讲应该是违禁的书，就是54年代的书，但外面是看不出来，因为外面都包着月历纸，上面都写着个刘资愧藏书，每一本都这样子啊。谁是刘资愧？我就很好奇啊。我妈妈就跟我说啊，这就是你啊，你爸爸本来就想取这个名字，资本主义惭愧的资愧。但是我外公阻止了我爸爸这样子的一种浪漫的取名的方式，所以因为你叫刘资愧，然后都是那些武士的书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我爸爸是不是也给我一种期许？那我就会疯狂的看我爸爸到底这些刘资愧的书到底是哪些书？基本上都是文学嘛，我就开始对文学开始，好像这个时候就开始想写，很自然而然就想写。比较感人的是，我爸爸在他10年前过世，但是他躺在医院躺了10年，他在他脑筋混沌的时候，有点半植物人状态，可是偶尔他会写他的名字。他有一天不知道我去的时候，突然看到我，他居然写刘资愧，他会写刘资愧。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整个哇，就是一个失智的人，半植物人，可是他还记得，他帮我取的那个乳名。对，鸟海。我这种好作家。没有，确定，100%。有没有早年的东京一带的昆虫观察的旧书？哦，这是明治的，已经是1910年代之前，就已经是110年前的。哦，能够这样翻古书，哦，110年前真的是这辈子不晓得怎么说，居然还能够翻，用手翻。这本1930年代的时候，横山同朗，鹿野忠雄的算老师兼兄长。横山同朗认识鹿野忠雄的时候，是鹿野忠雄14岁，在《昆虫》杂志发表了一篇他爸爸的家乡福岛的产蝶目录。ある年の秋、当時本郷の学生であった
江崎定三博士のお宅を訪ねて、その夏の台湾旅行の最終品を見せていただいた。標本箱の中に見事に並べられた珍奇な甲虫や美麗な蝶の中に、南の自然の豊富さと華麗さを見た。そして台湾番地の暗黒と興味を語られた。台湾に高校ができればいいがといった冗談が魔物になって、大正14年台北高校創立、4月には台湾に渡っていた。横山童郎在1927年也来到台湾的时候，那1个月，鹿野忠雄就陪他，在1927年的5月，从垦丁恒春，然后阿里山到雾社，一直到结束回到基隆，因为他在鹿野忠雄采集就非常认真，然后他们就采集到2种非常重要。一翻就知道，台湾长臂金龟。你看这一只出来，你其他昆虫都不用看了，为什么？这个就是，这只根本就是钻石嘛，所有的钻石最大钻石就这一只。然后我们来看他跟横山童郎一起发现的雾社血斑天鸟，也是看的真的是非常惊艳。这个这么大，一看就知道，根本就是里面钻石里面最大的那一颗。因为我喜欢文学，我想当一个背着书包骑脚踏车去上班，然后就回来的副刊编辑。我只是没想到后来当兵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喜欢自然观察的。我在1983年，跟鸟类画家何蛙人去关渡，那时候他陪我做1年的关渡的定点调查。我一边赏鸟，我也很好奇，之前在台湾赏鸟是哪些人，每一种鸟怎么在台湾怎么发现的，我都会去看读，包括我目前在看到的哪些，就找，突然间就看到一只鸟，这个是有一个叫卡诺塔塔奥先生他看到的，然后他顺便就提到这个人是谁，说这个人曾经在兰屿有待过200多天，然后对全台湾来走了，大概有这样的介绍，然后他那时候大概有介绍几岁，我那时候想哇。你少年就看看呢，在台湾100多年前，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何华人讲，因为那时候我们2个都25、26岁，我说我们如果2个人生活在日本，受到自然科学教育，应该会提早10年变成这样的人物，有一点点羡慕。那时候开始是这样的一种羡慕，所以等到后来1987年真正的接触到山云番人的时候。那时候当然又更震惊了，你要知道，原来我认识他的只是那么一个冰山的一角那种感觉，说你只认识他一点点而已，等他拉出来的时候，那不得了了。鹿野忠雄当年昆虫观察有进度山区的话，最平缓或最早到的应该是高尾山，因为整个东京往西最早就是高尾山。平山这只是黄金尖舞蝶，高尾山之宝。黄金尖舞蝶就是这一只。哪一只啊？这2只，公的跟母的。这个能看到它真的是很兴奋。
因为我也很兴奋，因为我在野外，在高尾山几乎看不到了。黄金尖舞蝶太好了，没有逆巴蝶。哦，是这只哦，逆巴蝶可能是这只哦。萨卡哈基基就这只，萨卡基就这只逆巴蝶。あ、こんにちは。はい。89ですもん。いや、いや、逆八って何の意味だかわかります？不知道。漢数字でうん8、8。 8、ナンバー8の模様がこの白い線が8を逆さまにひっくり返したような模様なので。哦，对对，逆巴，对对 ，OK。那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只蝴蝶？是因为它跟平山修次郎一起去采获，然后获得这个记录，在高尾山。那主要是平山修次郎也来过台湾，我记得台湾还有一些蝴蝶是用平山修次郎取名的。有一种兴奋感说，哇，也终于看到了，因为野外不容易看到的，至少可以在这里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很多的青少年英雄好汉都来到这个山顶，他们固定在山顶这边聚会，然后讨论你今天抓到什么。所以这高尾山是一个日本的昆虫少年的养成所。也因为有这样的高尾山，所以鹿野忠雄到了台北这样的地方的时候，他当然要往阳明山沾一沾，过一次水。可是他后来就发现还是乌来。乌来才是他必须去的，所以他乌来去了37次，越来越进去，最后进到了中央山脉去了。我开始迷昆虫的时候已经30岁了，30出头了。当我迷上的时候，是因为我必须迷上，不如我再不迷上的话，我就没办法去体会一个昆虫少年那样子的心情跟情怀。为什么需要先认识昆虫？你不认识昆虫的话，从一个15、16岁，他为什么要狂热要到台湾？绝对不是因为台湾的高山原住民吸引鹿野忠雄去的啦。他哪知道这边那种原住民那种多样性，都是因为昆虫，他进去哇，原住民，他觉得那更重要了。或者说，一个岛它的独特性展现光芒的时候。对于一个喜欢自然的人来讲，他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掉进那样的一个小小的黑洞，而不是那种大的摸不着边的东西。有时候走这里走得很慢，它有时候会有很多的声音不断的在从不同的方向传过来，我就要去判断大概是什么鸟叫声，或者是蝉叫声、蛙叫声。这样的环境因为是浅山环境跟都会社区呀，所以它各种状况都有。这条路这是鸟，可能比较像那个黑冠麻鹭的声音。就是有一阵子就是先看鸟，后来又昆虫，
后来就什么都研究了。所以我走这条路有时候非常忙，因为什么都要研究。太好了，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看看黄心长角天牛，我看到了，而且是在交配。黄心长角天牛为什么特别提到它？因为它是我们知道鹿野忠雄在他高校22岁就被叫做天牛博士天牛天才，就天牛专家啦。鹿野忠雄来台湾，其中记录最多也最早发现的之一就是黄心长角天牛。在1992年那个时候，1993年那时候，我在我隔壁的这个山头做了3年的旅行，那是我最精彩，因为那时候我努力要成为一个，因为受到鹿野忠雄影响，我不只是想要当一个鸟人，我决定当一个博物学者，因为我们知道鹿野忠雄他是从昆虫出发，慢慢的生物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样样都来，然后我也想变成这样的一个博物学者。一个懂昆虫，也认识基础的植物，也想要研究菌菇，那鸟类更不用说，所有东西都要把它 cover 起来，做一个博物学者。我用一个小山头来训练，我如果把这个小山头所有的植物、所有的昆虫、所有的鸟类都熟悉，而且它生态行为都弄好的时候，我从这个我家旁边的一座小山出发，我开始跟整个世界对话。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写了20-30万字，可是写了现在不敢看，为什么？都是自然观察的自然志的基础记录嘛。可这种自然志的基础记录，现在也不会有人做。在你家旁边的山头，你走3年都待在里面，1年365天，每天都待3-4个小时，谁会做这种事？我会做。待了3年以后，书出来了不好卖，那没关系，我已经准备好我自己，迈开脚步。去跟整个台湾对话的时候，我就有很大很强烈的自信心，我看到更多应该看到的东西。火龙果花开了，来了，太好了！今天就有那个白蜡蝉在那里，一只终于出现了，居然有一只，有没有看到？我就是拍它，一般都叫灯笼虫因为它的吻部可以看得到，这叫灯笼虫。我对这棵树太有情感了。因为我已经观察它3个月了，它从3只昆虫白蜡蝉到这里，然后到剩下2只，最后1只，到后来台风来了不见了，可是今天又来了，又回来1只，那种感觉非常的情境不太一样。有些龙眼鸡它喜欢乌桕嘛，我就开始疯狂的找这个整个山头的乌桕，一直找，就是找不到乌桕。后来就在一个庙200年的古庙的后面，看到一棵老乌桕。我为什么戴望远镜？就是为了看乌桕。你看那树桕上面就有1只白色的，这边上面就有1只的。哇，一上去哇不得了，那个乌桕是停的白蜡蝉，是我看过最多的。你今天看到什么？就是白蜡蝉嘛。不是说白蜡蝉都被吹走了？对今天意外又出来了，昨天不见了，今天又回来了。您之前认识鹿野忠雄吗？在看这认识啊，因为他是博物学家嘛，然后爬很多台湾的高山，然后所以其实对于就是我不知道，像我这个年纪爬山的人，对这个名字都有一种向往。我想到一件事，这一本书，我们家有2本，然后其实那时候是，你记得吗？我们2个那时候刚开始在暧昧嘛，因为我去得一个生态大奖，然后他是评审，然后他就开始就是要跟我邀稿，然后我们2个开始在网络就是写信认识，然后是你先送我这本书吧？真的吗？反正他就说他有2本，他就送了1本给我，然后
没过几天，他就一直追问我说：“哎，你看了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压力好大，因为我那时候是研究生，我要念好多。我觉得我每天我喜欢杨南俊翻译的这一篇《台湾的山》给了他什么样的启示？他是这样写的：我回头来冷静地想想我自己，我每年都远僕はいつしか海を渡ってはるばるこの山奥に訪ねてくる自分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た。そしてその情熱を客観していた。雄大な山並みと原始の森と素朴な万人、好奇と冒険と多彩な風物の織りなす台湾の山岳は今では僕にとって話すことのできない存在に思えた。僕は毎年それらのものが壊れない限りは万難を排してこれに吸い寄せられることであろう。核までに結ばれた因縁の動機を僕は心の中であれこれと考えてみるのであった。您过去有写过鹿野中雄吗？断断续续有用诗怀念他，去表述我跟他们的关系。这是首散文诗啊。1987年6月1号，有一季恬静而巨大的召唤，笼罩着亚热带炎夏的空旷。这寂寂的午后，我躺在走廊的摇椅里，凝视着灰蒙蒙的远方，感知死亡自周遭蔓延而上。像鸟类学家为一种鸟奋斗一世，鹿野中雄栖防雪山，将鸟从山里拍扑回来，叼我回台湾的大灵魂。我这次写鹿野中雄，已经大概写了4、5年，最近才慢慢完成的。这是记的学名状。这雾社是日文拼音的，库巴梦啊，阿里山，那么那么诺希拉是阿里山早平车站。我这样子把鹿野中雄在台湾的，从他第一天到来，一直到1929年毕业那天，尽量能够查出来就把它查出来。譬如他在乌来37次，雪山高山的天池记录，知道他在几月几号在哪一个水池，几月几号在哪一个水池，我都会记录。然后还有他的老师从日本来，跟他什么时候见面，23号在雾社，然后什么27号在埔里。他跟谁去，我都会把它做这记录，目录在这里，序已经写好了，目次也好了，目次就流火。为什么叫流火？因为7月又是流火的天气，他7月8月的时候都在上高山。我写的是他的养成，年代是1919到1933，日本对吧？然后内地踏查，是他在日本的时候的踏查，叫内地踏查。25年来台湾就开始写台湾的。所以这个大概是20万字的故事了，写的我这辈子真的是精疲力竭，然后踏查路线图，好，这本比较大，其实它路线图很多地方都有了，这是他在山云发人的图啦，你要也都几乎都爬过或走过，你才能够去解释这张图。那您走过吗？走过80%，不可能每一个都走过了，80就已经在。但有些地方是我去过，他不一定去过。我们举一个例子，他为什么去金山？他从翻过鱼路谷要去金山，可能是为了当地的凯达格兰族的一种巴塞人，他可能去那边找。他为什么走月眉铁道线？
越美铁道线是从那个后里走到大甲，它绝对不是坐那条轻铁台车线无聊去坐的啦，一定是越美铁道线那个地方铁站山那个地方曾经是某一个平埔族人在那边，他想去做别人的调查。我昨天就印了这个图啦，还是你要跟我解释这个图？然后全部的这里面的线条都是他走过的，但是有一个虚线啊，对，那个虚线是番界图，啊，其他的黑线都是他走过的。你会发现这张图他画的非常的精准，非常精准到，所以他每一个小凸点你都会很敏感，说他那时候为什么画这个小凸点？像他都兰山，他也画了一个小凸点在这里，这很厉害哎，画个凸点在这里。你说这个黑黑的点哦？不是，这里小凸点。这哪小凸点？是不是一条线？没有，这个是那就是都兰山。这里就是都兰，你的意思说从这里爬上去？对，都兰山对。啊，这个就一条线，这是哪？没有，它就有。我以为你讲一个点。没有，这个就是也没底加了，就是我会读到说，哎，他来到这里，可是他有一些谜啊，有一些谜可能我这辈子都解不出来。它有个问题，它就是黑白，我觉得很难辨识，就啊，读这个图读起来很辛苦。黑白没办法。还是我们番界图的那个线可能可以，就是用不同的。线不用看得懂还是看得懂的，我觉得就保持它。为什么杨南俊在出他那本书的时候都不动它，是因为他保持原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保持原机的时候，人家才能够去种这里去。没有，我是说换个颜色。不用，这个我都不想加，我都觉得保持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这个是他第一次，他以前都是就是尊重我说，哎，那你们要怎么搞，你们就怎么搞这样，对。但他这是第一次，他就是从头到尾他都很有想法。这书名应该也是第一次这么快就定了，他就很认真。其实我本来跟他在一起，我本来就是也有点就是喜欢写作，可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觉得我远远不如他，我放弃，因为我觉得哇，原来要抱那么大的写作热忱，他那写作热忱真的，我就说他最爱的就是写作，不是我，真的。他就是一头钻入，一直在研究啊，然后所以他都不用打理生活大小事。你看他都记得那么多人名，对不对？然后你看他这个地图，他就手记，对不对？可是你教他什么洗衣机怎么用什么，他永远就是忘记，你知道吗？台湾的山域我都非常非常熟，他家里是比较所以我陌生。说咖啡这件事情是唯一他能为我做，而且但是我又还不敢进阶到他教他用那个就是磨豆机，你看磨豆机都放在那里，就是他其他生活大小事就是完全就是放空，他也放空，所以他就可以把他的所有的心血都投入在这些写作上。这个画面真的是北鸭都出来，那边远远的，哇，这个北鸭居然在这里出现，太好了！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松本远远望去就是北阿尔卑斯山的几个重要的山头之一。那从大天井到枪岳这一条，基本上叫做表银座。那表银座也是鹿野忠雄采集很多的高山蝴蝶写的很多报告。我会去那里，我如果要写鹿野忠雄，我不来这些山，我写不出来。一次、两次，如果有第三次，哇，那更不得了，很多东西就会累积出不同的氛围出来。那知道这一些对您来讲有什么心情？知道这些有什么心情？那是这种不可言说的美好，那种美好就是，我觉得比谈恋爱都更快乐。我这辈子的写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时空穿梭，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人物，去跟他这样子的一种
该不是对话，应该是我讲话给他听，讲一个故事给一个他永远这辈子没想到100年后会有一个人会这样子对他讲话，会这样子去追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讲这样子一个过程我觉得值得。对我来讲写作，我有这样子一个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很幸运非常幸运。你好像碰到一个很漂亮的爵士女子跟你谈恋爱一样。今天真漂亮，今天真是漂亮，这么好的天气真的是，然后河童桥又跟穗高岳又连在一起，真是太赞了。日本东京这么大的一个都会的中学生，会有一个某一种形式的壮游，是到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的上高地去旅行，所以。芥川龙之介那个年代是这样，芦野忠雄年代也是这样子。我随便画，没有，我随便画一个啦，我没有画认真笔又没有水。是河童。对，鸟嘴青蛙身，这是我想象中的河童的长相。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它是像鬼一样的，或者说应该是河童就是水鬼。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写他的时候，他已经不是那个恶鬼的形象了。这两个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有趣的传奇，一个是可能也是跟他小说里面那个男主角一样，因为精神病厌倦都会的某一些状况而选择了结束生命。但芦野忠雄他是意外的在南亚的北婆罗洲失踪的，两个人都是在壮年或中年的时候结束了生命。这有一种有趣的对照，也因为上高地，我就把他们两个拿来做对照。但更因为是河童的一开头，小说的开头，让我一读就觉得哇，这根本就是芦野忠雄，他看到一定会非常感动，因为它里面都写一个年轻人沿着紫川慢慢上去，要去爬穗高岳，他提到了他已经爬过了枪岳，这个算什么？然后就一个人就这样孤独的进去，这根本就是芦野忠雄就是会做这种事情。蹲下，蹲下。听那声音就知道他是从高山下来。有没有带那个？没有啊，干嘛？我不晓得别人会带，我不会带。我希望遇到熊，我干嘛？希望遇到的。紫川应该再绕进去，那边就是西穗高岳，露出来那是西穗高岳。枪岳也在这个方向。如果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应该有机会可以看到枪岳。可要走一阵子，这么漂亮，我不拍照太可惜了。所以其实您不是只有写鹿野忠雄，透过他周遭的人来认识那个年代的环境。那以芦野忠雄为主轴了，轴心。所以我说我会提到辜振武，我会提到西川满，我会提到
甚至小说家杨奎，或者是画家陈澄波，就是那个年代里面前前后后跟他交错的人。我们一直欠缺的是一本台湾人观点的鹿野忠雄的比较完整的记录，他怎么养成，怎么样转变，台湾给他什么样养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好奇跟想要完成的。今天最大的收获，没让他看到这只，我就怕这样，应该不是毒蛇，但是那个头又有点像，有一种叫龟壳花，有一种叫宁龟壳花，但是到底哪一种，要他回去查证一下。但一般人看到都会吓到死，所以我刚刚很不敢一下就惊喜，要慢慢蹲下来，要安静。这里，一站而已啦。没有，不止一站啊，几站？好几站啊。要最高。这边对，音乐还在云里面，音乐还在里面。今天是我跟10来位朋友一起要去爬表银座的第一天。今天首要的目标是烟岳。它容量很多，它容量很多，新的手机容量。他等一下就把它删掉。跨小步，慢慢上，不要跨大步，跨大步会就先登山，跨小步就有点像散步，宁可多绕。就是像这种，你就可以选小步哈，选可以跨小一点的。尽量跨小步就比较轻松哈。黄椀可能是黄椀，类似的花朵。哦，老师这个路很挑战呢。啊，还好哎，可能才刚开始，还好哎。会抓。这个才是前菜而已啊，非常浅的前菜。登高是像吃法国餐厅，下山比较像吃日本拉面，噗噜噜的，这样很慢慢的，先吃个小菜，等一下大餐才会来。快要到的时候就像喝咖啡了，最后的饮料。那是雨吗？我这个穿雨衣就很，对，会很热。您爬的第一座山是哪座？我是让觉得以后我还想要去爬那个。玉山岗。那爬完以后就开始会好奇，所以第一个爬，然后就
找很多资料来看玉山。玉山群峰，时而在云海之上，相互以岛屿的遥远疏离；时而在云海之下，相互以冷山的急剧浓密；时而在云海之外，相互以巨岩的快垒荒凉；时而在云海之中，相互以鸟声的鸣唱清亮。最后，永远以一群座头鲸从海中涌现，各自拱起庞然的壮硕背脊，各自高大。哈哈。我到了，到了核战小屋，接下来是比较平的路。那一年鹿野忠雄来，他就在这边的山区做调查。做完调查以后，很可能就从这里往枪岳的方向去走了。能够来这里写它，我就比较心安。我买的啊？哎，拍起来，拍起来！这只就是拍了，拍了，它就停在你那边的。核战小屋是到燕山庄的中途的一个休息站，主要是餐厅。网络上最有名就是还有卖西瓜。那我刚开始来听到有西瓜，自己也愣了一下。哦。来到这里就恍然明白为什么，因为有缆车，有缆车送个西瓜上来就没问题。因为我自己背过一次，背了一个凤梨，本来想要背到玉山，想象浪漫可以在玉山的排云山庄吃到凤梨，大家一定很高兴。可是我后来背到那个西峰下的那个小屋，我就把它吃掉了，那实在受不了哦，那个太重了，哎。那从那时候我就知道，这辈子绝对不要做这种傻事情。这里就看得到了，看到这个就差不多了。这个有点像台湾的那个什么住宅所。下面看，不觉得整个小小，真的很大。哇，真的是够大哦！这个住宅，这个是真的是第一大，真是搞不清你迷宫啊！哇，这个好长啊，根本一个航空母舰。我今天住的这个燕山庄。燕山庄听说是日本的登山小屋里面最大的一座，最迷人的是，它是1921年建的。鹿野忠雄是1922到1924来到燕岳，至少有2回，他采集到了像蟑螂一样的爬虫的东西，很冷。那你想想看，他是在燕山庄第2年或第3年的时候，甚至第1年一开庄，他就住进来了。100多年，然后我今天住在这里，你看多有意思。
鹿野忠雄他大概在1921年的夏休，大概7月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了烟岳。最重要的是，鹿野忠雄一生，不管他在台湾或者日本，那一年他15岁，第一次上到高山，这很重要，因为从那一次以后，他的生涯里面，高山就变成他非常非常重要的踏查的地点。他昆虫抓了很多，他原住民的调查也做得后来也很广泛，但最重要的，他的壮游的开场是在高山。哦，这里是吧？啊，这里就主峰了啊，我以为还很久嘞。到了啦。好，来啊，不是要拍吗？城市，不用了。要不合群。年轻人比较有花样。好。来哦，3个钟。あ、大丈夫ですか。そこで止めて。其实对我来讲，这100年非常短哎，我感觉它就随时在我的身边。看到它看到的昆虫，我的兴奋就感觉好像看到它一样。这是一个长期追踪它，每一种昆虫物种看到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兴奋。所以我看到一只小小的昆虫在这里走着，我知道是鹿野忠雄看过，我就感觉好像看到钻石一样。就是你追随它，你的生命价值、你的生活价值，其实就在这个地方。这里面最终不是在追踪它，或从它的那边找到什么更完整的东西，而是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意义。那如果你可以面对面跟他说话，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如果他喜欢抽烟，他如果抽烟，我跟他抽一根烟，然后我们在这里我分享台湾的地瓜，他一定很久没有吃地瓜，他以前爬山就是吃地瓜，爬到山顶的时候一定吃地瓜，然后抽一根烟，然后就继续出发吧。有一个东西要给你，我同学给我的，日本的，他好像现在不利，我帮你割好。我应该去跟那个蔡义达联络一下，蔡义达一定有收多资料。好像没有，上次我同学问。哦，昆虫世界啦，这个我已经有download，但是现在有了，就是鹿野忠雄最早发表就在昆虫世界发表的，这个已经期刊。期刊，那但最早一篇可能已经战火上烧毁掉了，除非这里面有，不然的话不太可能。他最早发表的第一篇已经找不到，其他都有。这里。老师，他最早发表的是哪一年啊1919还是1920？他14岁发表的，就是这个在这个期刊，这个看的是第9，你你还没打开。 1920呢？你还没打开。只有鹿野忠雄、虎岛目录，
哇，里面有，真的有。什么啦？因为这一本里面就是福岛目录，就是他第一篇啊。是吗？真的哎，他怎么会知道我要写这篇？哇！哇塞！你是手在发抖吗？有一点。哇！7月23号到8月23号，就一个月里面在福岛采集旅行。你看他伊达去云山都有，哇，这太精彩了。我们7月去日本可以爬这些山呢，我可以从这里面去把它连出一条线来。石臼山呐、伊达郡灵山呐、半田山，这个在那个传记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些山。可是这些山如果再放到我这边来的话，我就可以把它串出一条路线。强烈，明天我要去那里。艺术是高贵永恒的存在，更是生命的深刻体悟。证券柜台买卖中心邀您一同探索艺术价值的无限可能。